每天吃一碗燕麦，坏胆固醇就能降10%。这话你听过吧？短视频平台上这样的标题你肯定刷到过不止一次，甚至有人说的更玄乎，连吃1个月燕麦，血脂直接从超标降到正常，比吃药还管用。先说结论，燕麦确实能降血脂，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撑腰，这一点不假。2025年由中国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燕麦与健康的科学共识》明确指出，燕麦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这一结论得到了美国 FDA、加拿大卫生部、欧洲食品安全局等全球多家官方机构的认可。但普通人如果以为只要买了超市里那个包装花花绿绿的燕麦片，每天早上开水一冲，血脂就能咔咔往下降，那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你大概率吃错了，而且你买回家的可能根本不是降脂选手，而是升糖刺客。燕麦怎么选？怎么吃？吃多少？这里面门道大了去了。今天咱们就把这块降脂界顶流8个底朝天。燕麦降血脂靠的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一个你也许听说过的名字——葡聚糖。但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葡聚糖还不是全部，甚至可能只是个辅助。咱们先看数据有多硬。201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联合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做了一项大规模荟萃分析，纳入了58项临床实验，将近4000名受试者。结果发现，每天平均摄入3.5克燕麦，葡聚糖坚持6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坏胆固醇，平均降低了4.2%。另一项针对中度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随机双盲试验中，摄入中高分子量葡聚糖的参与者，坏胆固醇降幅达到了4.8%到6.5%不等。而且有趣的是，这个效果没有种族差异，说明燕麦降脂对亚洲人、欧美人都同样管用。但更有意思的是2020年的一项试验，每天补充3克高分子量燕麦，葡聚糖单独就能让坏胆固醇降8.6%，如果搭配植物 ALA 醇一起吃，降幅甚至能达到13.9%。这个数据什么概念？很多他汀类降脂药在常规剂量下的降幅也就是20%到30%左右，你一碗燕麦粥能到这个水平，确实很能打。再来看一组实打实的中国研究，东南大学孙桂菊教授团队做过一个为期45天的随机对照试验，让参与者每天吃80克燕麦，大约含3克葡聚糖，结果出来后效果相当漂亮。30天时，总胆固醇下降5.7%，坏胆固醇下降7.6%，到了45天，总胆固醇下降7.8%，坏胆固醇下降了9.1%。注意，这些受试者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人，而是边缘性血脂异常的人群，也就是说，血脂稍微偏高的普通人吃燕麦的效果同样明显。而最炸裂的研究来自2026年，德国波恩大学在顶级期刊《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项极具颠覆性的随机对照实验。他们对68名代谢综合症患者进行分组干预，一组连续2天吃300克高剂量燕麦，另一组连续6周每天吃80克中等剂量燕麦。结果你猜怎么着？高剂量组仅仅2天时间，总胆固醇就降了8%，坏胆固醇更是降了10%，而且这个降脂效果在停止干预后竟然持续了至少6周没反弹。相比之下，常规中等剂量组吃了6周，效果反而不如高剂量组明显。这个发现可以说是彻底刷新了我们对燕麦降脂的认知。那么问题来了，燕麦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传统的机制其实很简单，我用人话给你翻译一下。第一个动作，物理拦截。葡聚糖是一种粘性很高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你把它吃进肚子里，它会在食物表面形成一层厚厚的胶水膜，这个凝胶状的膜就像在消化道里拉起了一张网，物理上阻碍了肠道对脂肪、胆固醇和胆汁酸的重吸收。换句话说，胆固醇还没来得及进你血液，就已经被粘住了，排走了。第二个动作，加速消耗肠道里的葡聚糖会跟胆汁酸结合，让胆汁酸没办法被重新吸收回去。身体一看，胆汁酸少了，那可不行，肝脏赶紧加班加点，用血液里的胆固醇再去合成新的胆汁酸。这样一来，
血液中的胆固醇就被消耗掉了。第三个动作，肠道菌群助攻。葡聚糖在大肠里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乙酸、丙酸、丁酸这些短链脂肪酸顺着血液进入肝脏后，会抑制肝脏自身合成胆固醇的那个关键酶 HMG-CoA 还原酶的活性，从源头把胆固醇的产量掐住。但最新的突破性发现是，真正的大 boss 可能不是葡聚糖本身，而是肠道菌群代谢燕麦后产生的一种分类化合物——二氢阿魏酸，简称 DHFA。波恩大学团队检测发现，2天高剂量燕麦干预后，参与者血浆中的阿魏酸升高了 0.64 倍，二氢阿魏酸升高了 1.23 倍，而且 DHFA 水平与胆固醇降幅呈强相关性，可以解释 13.6% 的降脂效果。更重要的是，体外细胞实验证实 DHFA 能直接抑制胆固醇合成酶 HMG-CR 的活性，这个酶呢，恰恰也是他汀类药物的靶点。同时，燕麦还重塑了肠道菌群，让一种叫 Erysipelatri UCG-3 的有益菌丰度显著增加。这种菌正好负责把阿魏酸代谢成 DHFA。换句话说，燕麦、肠道菌群和降脂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你吃燕麦，肠道里的好菌吃燕麦产生 DHFA，DHFA 直接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血脂就降下来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高剂量短期干预的效果反而比长期低剂量更好，因为只有高剂量才能把肠道菌群喂饱，把 DHFA 的水平推上去。一句话总结，燕麦降脂靠的是物理拦截加生化阻击，葡聚糖负责正面战场，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负责精准打击。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冲进超市囤燕麦了？或者想试试那个2天吃300克的方案？别急，我先说说那些研究中没说的事儿。第一，研究对象不是普通人，很多临床试验招募的是明确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也就是血脂已经异常超标的人群。最新那项波恩大学研究招募的是代谢综合征患者，这些人本身就有代谢紊乱的基础。你的血脂如果本来就在正常范围偏高一点的水平，你每天吃燕麦的效果可能远远没有那些研究里写的那么夸张。多篇研究都明确指出，初始胆固醇浓度越高的人，燕麦、葡聚糖的降胆固醇效果越明显。换句话说，你的底子越好，药物和食物的边际收益自然就越小。第二，实验条件普通人很难复制，研究里用的往往是提纯后的燕麦葡聚糖，甚至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特定燕麦产品，而且讲究分子量。科学证据表明，葡聚糖的分子量至少要达到120万道尔顿，也就是1200 kDa， 才能产生降胆固醇的效果。分子量越高，粘度越高，效果越好。但你超市里买的那些经过反复高温高压处理的即食燕麦片，葡聚糖的分子量早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研究表明，商业食品中葡聚糖的分子量在40万到200万道尔顿之间浮动，而加工越狠分子量越低。你指望1碗开水冲的即食燕麦片达到临床试验同样的效果，很难。第三，食品机制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同样剂量的葡聚糖放在液态载体中，比如燕麦奶、燕麦饮料，降脂效果更稳定、更一致。但加到固体食品中，比如面包、饼干里，结果就互相矛盾，时好时坏。而且，未精制的富含葡聚糖的燕麦制品，也就是部分植物组织仍然完整的，比添加的纯化葡聚糖更有效。这说明整个燕麦比提取出来的葡聚糖更厉害，因为里面的各种成分可能还有协同作用。这个信息对咱们选产品非常重要。第四，你吃的量可能远远不够。美国 FDA 给出的建议是，每天至少要摄入3克以上的燕麦葡聚糖，才能达到降心血管病风险的目的。这一标准被欧洲食品安全局、加拿大卫生部等全球多家权威机构一致认可。3克葡聚糖换算成全燕麦是多少？大约是70到80克全燕麦。你想想，你每天早上那一小包25克的即食燕麦，离目标还差着2/3呢。那个2天降10%的研究，用的是每天300克高剂量燕麦，换算成
葡聚糖大约在9到15克之间。这个剂量对绝大多数人的肠胃来说，直接上难度极大，很可能还没等到降脂，先胀气到怀疑人生了。第5，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持续吃，效果就清零了。2020年的随机双盲交叉实验发现，参与者停用燕麦葡聚糖几周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浓度又慢慢恢复到了基线水平。这说明什么？燕麦降脂不是一劳永逸的，你把它当成临时抱佛脚的急救药，3天打鱼2天晒网，根本不会有积累效果。即使是波恩大学那个2天就见效的研究，后续也强调了效果能持续6周的大前提是，受试者本身的基础饮食模式和菌群状态是稳定的。好，把那些神话的滤镜摘掉之后，咱们平心静气地说，燕麦本身确实是一种非常优秀的主食替代品，这一点毫无争议。第一，膳食纤维是一把好手，燕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常见谷物。每100克纯燕麦中，膳食纤维含量能达到10克左右，而咱们每天吃的精白大米，这个数字大约是 0.3 到 0.5克。换句话说，同样吃一碗，燕麦的膳食纤维是大米的20到30倍，而膳食纤维正是调控血脂、稳定血糖、促进肠道健康的扛把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人每天应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达到50到150克。燕麦正是满足这一推荐量的优质选择。第二，葡聚糖独一无二，在所有谷物中，燕麦和大麦是葡聚糖含量最高的品种，小麦和稻米的胚乳里几乎没有这种东西，这不是你随便换一碗小米粥、玉米糊就能取代的。研究表明，葡聚糖在增加饱腹感方面也有积极作用，吃下去之后能延缓胃排空，让你下一顿自然少吃。第三，蛋白质质量在谷物中属于上等颗粒，燕麦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人体必需氨基酸，其中赖氨酸含量较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更好，属于优质的谷物蛋白。燕麦的蛋白质含量大约在 13% 到 15%， 远高于大米 7% 左右的水平，而且燕麦蛋白的氨基酸组成相对均衡，虽然赖氨酸含量不算顶高，但搭配蛋奶、豆类一起吃，完全可以补足。第四，燕麦还含有相对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 80% 以不饱和脂肪酸的形式存在，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钙、铁等微量营养素，以及多酚植物依醇等植物化合物，这些多种成分之间可能存在协同作用，共同促进降胆固醇效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吃整颗燕麦比吃提取的葡聚糖效果更好。第五，葡聚糖安全且耐受性好，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可能带来的肌肉酸痛、肝酶升高等副作用不同，研究证实燕麦葡聚糖对正常细胞没有细胞毒性作用，安全性明显优于药物。美国 FDA 早在1997年就首次批准了来自燕麦的可溶性纤维与降低心脏病风险的健康声称。此后，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巴西、韩国、马来西亚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批准了类似的健康声称。我国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年版也将燕麦列为成人高脂血症人群宜选择的谷类品种。所以说，燕麦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它不是神药，但如果你吃对了，它完全可以成为你日常饮食中稳定控制的得力干将。好，下面上干货。普通人想把燕麦吃出降脂效果，到底应该怎么操作？第一，选对燕麦，这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绝大多数人踩坑的地方。记住3个字，看配料表。配料表上只有燕麦2个字，不管是燕麦片、纯燕麦片、燕麦米、刚切燕麦，才是你该买的。如果配料表里还出现了白砂糖、麦芽糖浆、植脂末、食用香精、果干、坚果碎、植物油，那它已经算不上降脂食品了。严格来说，它是一款含燕麦的零食。咱们做一个对比你就明白了。纯燕麦片，葡聚糖含量高，分子量大，煮出来黏糊糊的，那个胶水感越强，降脂效果越好。而那些花花绿绿的水果燕麦、烘焙燕麦、
谷粒燕麦脆。在加工过程中，葡聚糖的分子链被高温和机械剪切打断，加上添加了大量的糖、油，甚至氢化植物油，热量翻了好几倍。你说你吃了它血脂能降，那不叫降脂，那叫换了一种方式增脂。燕麦与健康的科学共识2025明确指出，不同的加工方式对燕麦的 GI 值和健康效应影响显著，加工越精细，升糖指数越高，健康效应越弱。第二，选对形态。这里给大家一个 GI 值热量图，我用耳朵让你们听明白。加工程度最低的是燕麦米和钢切燕麦，就是整粒燕麦简单的切了1-2刀，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结构。GI 值大约在42到55之间，属于标准的低升糖食物。往下走是传统厚压燕麦片，生燕麦压扁了但没蒸熟， GI 值大约在53左右，同样属于低 GI 范畴。再往下是速食燕麦片， GI 值飙到了71左右，已经跨进中等升糖食物的门槛了。最后是即食燕麦片，开水一冲就熟那种， GI 值高达75左右，跟白米饭的升糖速度差不多了。而整粒燕麦米煮出来的饭 GI 值约为62，虽然高于燕麦粥的49，但仍然显著低于白米饭和白面包。所以优先买完整燕麦米，或者需要煮的厚燕麦片，而不是那种开水一冲就熟的即食燕麦。加工越少，葡聚糖分子量保留的越好，降脂效果越强。而且吃全谷物形态的燕麦和吃被打成粉末的五谷杂粮粉完全是两回事儿。打成粉之后，膳食纤维结构被破坏，升糖指数直接飙升。第三，吃够量。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提出的葡聚糖辅助降低血胆固醇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3克。3克葡聚糖换算成全燕麦大约是70到80克。具体到3餐，建议你早上吃40到50克作为早餐主食，用牛奶或者水煮成粘稠的燕麦粥，煮得越粘稠越好，粘稠说明葡聚糖充分溶出了。如果你血脂本身已经偏高，晚餐还可以用燕麦替代部分白米饭，另外再来30到40克。但注意一下，膳食纤维摄入过多也有潜在负面影响，包括可能影响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能量的吸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就够了，也别吃太多。如果吃完燕麦后出现腹胀、产气明显，说明膳食纤维量对你来说偏高了。先从每天30克开始慢慢适应，给肠道菌群一个适应的过程。第四，泡在水里吃效果更好。研究发现，当燕麦、葡聚糖以牛奶、果汁或饮料等形式给药时，每克葡聚糖可显著降低血清坏胆固醇水平，而添加到面包和饼干等固体食品中，结果则互相矛盾。2025年中国燕麦奶行业白皮书也指出，液态燕麦制品中葡聚糖的降胆固醇效果比固态食品更为一致和稳定，所以早餐把燕麦煮成稠粥，或者用牛奶泡着喝，比做成燕麦饼、燕麦饼干的效果更靠谱。第五，搭配出更强的效果。科学研究已经证实，高分子量葡聚糖和植物 EA 醇一起吃，降脂效果是叠加的，坏胆固醇降幅能达到 13.9% 左右。植物乙醇从哪里来？豆制品、坚果、植物油。坚果和种子是植物乙醇的丰富来源，它和葡聚糖的作用机制不同，葡聚糖粘住胆固醇排出去，植物硒醇则是伪装成胆固醇，堵住肠道里胆固醇被吸收的通道，形成一道双保险。你燕麦粥里加点豆浆，搭配一把核桃或杏仁，或者用燕麦搭配豆腐做早餐，都是降脂效果拉满的黄金组合。第六，红薯粉的伪健康警告，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所谓的营养燕麦片、中老年燕麦片根本不是燕麦做主角，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可能是米粉、小麦粉甚至植脂末，燕麦排在很后面，甚至压根没有。还有不少烘焙燕麦脆、谷物脆，用蜂蜜或麦芽糖浆裹了一层，吃上去酥脆香甜，但糖和油的热量一点也不比饼干低。我的建议是，配料表越短越好，只有燕麦2个字的才是真正的降脂主力。
第七，注意特殊人群。甲状腺功能减退需要服用左甲状腺素的朋友注意了，左甲状腺素与高纤维食物同时服用时，吸收量会减少，可能影响药效。建议服药时间安排在早餐前至少60分钟空腹服用，或者睡前服用，与晚餐间隔3小时以上。同时，高剂量燕麦膳食纤维可能与影响吸收的其他物质一样，需要间隔至少4小时。另外，如果吃完燕麦后出现持续的腹胀、排气增多，说明膳食纤维量对你来说偏高了。先从每天30克开始慢慢适应，等肠道菌群适应了再加量。说到这儿，我想把整个事情再拉回一个大框架来看。燕麦降血脂这件事儿，证据有，机制明，效果实，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美国 FDA 认定26年了，欧洲食品安全局也确认了15年了。全球10几个国家官方批准了它的健康声称，我国的食养指南也把它列进了推荐榜单。这碗粥的分量，你大可放心，但你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健康这件事儿从来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燕麦好归好，但它不是降脂药，也不能代替你整体饮食习惯的调整。如果你早饭大白馒头配油条，午饭红烧肉盖饭，晚饭再来碗燕麦粥，那你指望一碗粥把全天造出去的脂肪和胆固醇都中和掉，想得美。真正的降脂策略是把你整体饮食结构从高油高糖精致碳水慢慢转向全谷物为主，多蔬菜，适量优质蛋白的大方向上来。在这基础上，每天70到80克纯燕麦，选刚切燕麦或厚燕麦片，煮的粘稠，搭配豆奶或坚果，长期坚持，它的降脂效果才会在几个月到半年的尺度上真正显现出来。这就不得不提燕麦与健康的科学共识2025里的核心观点。在全球范围内，全谷物摄入不足已经成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归因的第2大膳食因素。中国有2500多年的燕麦种植史，但燕麦在咱们日常膳食中的占比却很低。换句话说，不是燕麦不好，而是咱们吃的太少了。2024年，中国发布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增加全谷物供给与消费。在这种大背景下，把燕麦请回你的餐桌，不仅是个人健康的理性选择，更是顺应国家倡导的生活趋势。最后再强调一句，健康没有捷径，但有科学的路径。选择对的燕麦，用对的方法，长期坚持，你的血脂自然会给你正向的反馈。觉得有用，别忘了转发给你的家人。我们下期见。